我最近特别馋无骨鸡爪，尤其是想起嗦鸡爪的声，馋的都睡不着觉，但总害怕外面卖的真是老奶奶啃的或者药水泡的，就干脆买了500根鸡爪子，决定自己在家做了。然后看了好多去骨的教程，感觉也不难，但干上发现是感觉的不准。那给我爪都干散架了，鸡爪子还很完整。然后发现很多人说用嘴啃得快，我们试了一下，的确非常快。用工具去1根的时间，用嘴能嗑2到3根，而且只要牙没缝，完整度还特别好。就这完整度会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好到他妈跟外面买的是一样的。后来我发现用嘴啃的最大障碍不是牙口，是肠胃，因为啃一个鸡爪起码得下10几口，完就整的满嘴全是油。也就是说产量只取决于能咽下多少油。我本来还想再用工具试试，但这人一旦走了捷径啊，他根本就回不去了。这一下子直接大洗牌了。那天看直播的有印象吧？在工具时代的时候，我弟也是有人给擦汗的狗老师，但突然退化到原始时代了，我弟只能沦为给人擦嘴的狗老弟了。但用嘴啃吧，看不见就那么地了。问题这是明储量造啊！后来就决定一人拿个盆，自己啃自己的，正好口味也自己调了。这一宿去骨去的都给我干麻了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人类的悲欢有那么一点相同了。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有人凌晨4点起床出门炸大广，就一定有人凌晨4点没睡在家炸鸡爪子。鸡爪卤完了，正好早上9点半，在楼下早餐铺买到了最后一屉包子。然后我不知道啥毛病，吃红豆粥都觉得嘴里苦，就进屋打了几根冰激凌，正好寻凉快凉快。等我出来的时候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说好了隔人啃隔人的，这一宿看的恨不得上厕所都抱着。完我弟困得迷得糊的，打包全给打串了，我当场心梗了。我最近特别馋无骨鸡爪，但是外面卖的好多都是汤多肉少，感觉买这也不太合适，就决定自己在家做点。不过没想到做这点鸡爪子差点没给我们命搭理。刚开始我图省事儿，就买了好多脱好骨的冻鸡爪，但是这鸡爪焯完之后又腥又稠，实在没什么食欲，就被我放弃了。后来我发现居然有专门卖脱骨机器的，我又花了5000元的请了个爹回来，但是没想到这爹也不灵啊，一个鸡爪子5根骨头，他就能去3根，完了还去不净。问题这还不是最致命的，要命的是我盲目的相信了它的效果，提前订了350斤鸡爪子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尴尬，就是机器用不了，鸡爪还退不了，我感觉我们可能是要完了。后来研究了一下，也实在没什么别的好办法，就只能硬着头皮干了。这些鸡爪子光焯煮过冰水就干了80多锅。这期间我们还试图找几个朋友来，结果4个人一起发朋友圈，到晚上共计就找了1个人。再一个，因为我们去年啃过一宿，现在闻的鸡油味就恶心，所以今年我们只能徒手干。后来这活就完全干成了一个重复性的流水线作业，那手第1天是肿的，到最后呢没有知觉了。我们就在这生生扒了3天，这是我活到现在经历的最绝望的时刻了。就是虽然3天只占1年的1%，但这几天的经历却需要我用1生来治愈。今儿的时候我非常的严谨，甚至买了10几种品牌的产品，逐一测评，然后汲取他们各自在口味上的优点。因为这些鸡爪子已经整整折磨我们4天了，就完全可以说是拿命换回来的。我现在容不得它有一点闪失。然后给这些爹泡了一宿，现在它是又入味又多汁。这回一共做了2个味的，一半是蒜蓉酸辣，一半是泡椒的。我们还把手肘后面那块脆骨也单独剪出来做成泡椒的了。这无骨鸡爪到吃上的这一刻才觉得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它现在酸酸辣辣的，还微微带点甜，尤其是放冰箱里冰镇一下再吃，感觉可太爽。然后把所有做的东西都打包了，这一桌按市值来讲应该能值点钱。不过这里边食材成本真没多少钱，主要是生命成本有点高。后来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完了之后，我们提前半年过了个生日，在场一共7个人，许下的却是同一个愿望：好好活着。